辉宝还得是江爷爷来处。昨天江爷爷看到辉宝面对姐姐在树上爬上爬下，而自己连小亮台都上不去，信心备受打击。今天江爷爷一个人就拿着大竹竿，打算把小亮台上这些积雪全给砌挑了。江爷爷忙碌一番，给小亮台上的雪清里走一大半，想着这样辉宝应该就可以爬上去。一会儿姐妹俩出室外营业，先是给自己吃饱喝足。盛熙姨母讲道，瑞宝辉宝现在的进食时间基本和爱宝同步了，只是吃的没有爱宝多，而且姐妹俩只吃好的，把竹叶尖尖吃掉，剩下交给妈妈吃。好在爱宝不挑食，不管是瑞宝辉宝剩下的还是新的爱宝都不会浪费，都会给其吃光。瑞宝吃饱后来到了昨天自己攀爬的小树上，瑞宝发现了小树与昨天的不同，上面包裹了一圈光滑的塑料壳。瑞宝尝试一番，自己根本抓不住，生气的瑞宝想用牙给其撕开，但昨天永宽包裹这层塑料壳的时候也是下足了功夫的。瑞宝折腾半天，发现自己根本弄不开，看来永宽跟瑞宝的第二回合是永宽先领先了1分，辉宝这里则是直接没有尝试，而是转头吃竹子去了。看似辉宝什么都干不了，但是辉宝从不内耗，爬不上树那自己就吃竹子，没人跟自己玩那就自己跟自己玩。而瑞宝这里则是跟妈妈玩的火热，瑞宝被妈妈压在身下，头都被挤成松狮了，而永宽只会趴在旺福石头上傻乐。不过姐妹俩对于江爷爷特意为其清理好的小亮台都没有去攀爬，反而永宽挖的雪洞姐妹俩轮流去钻。辉宝不回家，江爷爷来劝的场景都能被姨姨们拍出韩剧的感觉。今天上午爱宝带娃出门玩耍，辉宝依旧是一个粘人的小妖精。永宽说辉宝不太好断奶，这都是有理有据的，反而瑞宝在独立高冷的路上越走越宽，总是自己跑去一旁玩。瑞宝自己挖了会雪洞，又来到了小树旁。瑞宝原本想爬上树的，结果发现自己小树上的雪冻得硬邦邦的。瑞宝觉得在上面睡觉一定会个屁股。瑞宝在晒太阳与自己的屁股之间选择了自己的屁股。瑞宝转念一想，又打算爬下树了，结果雪上太滑了，还没等瑞宝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下来呢，就一个滑铲摔了下去。瑞宝拍拍身上的土，钻进了小床下面。这块地方是室外园区唯一一个没有雪的地方了。瑞宝给园区各个地方都玩耍了一遍，最后回家时对园区也没什么留念的了。辉宝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园区，母女俩一人在一个小床上分别吃着自己的竹子，而辉宝也很会给自己安排。辉宝此时在室外也是独享一个小床的竹子，不过很快江爷爷走了出来，开始哄他大外孙回家。江爷爷先是给爱宝吃剩的竹子进行了收拾，同时慢慢等待辉宝吃完手里的竹子。江爷爷整理完竹子，摸了摸辉宝的小脑袋，又给辉宝擦了擦身子，然后说着一番甜言蜜语的话。辉宝还在迟疑，决定自己要不要回去。江爷爷的彩虹屁一直不停的输出，不过这对辉宝还是有用的。最后辉宝在爷爷的彩虹屁的驱使下，半推半就的回了家。听永宽说乐宝最近活力旺盛，有姨还不信，今天乐宝就直接给姨姨们展示上了。乐宝不断在雪里打滚，只为扑灭自己心里那份对爱宝的躁动，因为昨晚爱宝讲明年他们不会见面。乐宝知道了这一真相，今天只能用血来发现了。爱宝带娃本来就烦，看到乐宝这不值钱的样子更烦。爱宝这里此时正在产青团，没眼力劲的瑞宝一屁股坐在了妈妈身上，转头还嫌妈妈碍事儿。瑞宝转过身把妈妈抱在怀里，问妈妈为什么挡着自己。瑞宝这里有点3天没打上房揭瓦了。爱宝铲完青团给瑞宝腾开位置，瑞宝非但没有放过妈妈，还有转身把屁股放在了妈妈的头上，接着又不怀好意的给尾巴盖在了妈妈的头上。只能说咱爱宝脾气好，对瑞宝这样的调皮行为丝毫不生气。眼看妈妈不理自己转身走了，不过走到一半瑞宝又回来了。瑞宝自顾自的钻进了妈妈怀里，爱宝再次让瑞宝和姨姨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温暖。爱宝给瑞宝搂进怀里，让瑞宝一起睡一会儿，但瑞宝此时心情浮躁，根本睡不着。再次看到妈妈不想和自己玩，瑞宝来到了爷爷的门口，想找爷爷跟自己玩，但爷爷也没来。此时的宝家只有瑞宝没有在睡觉。瑞宝习惯了妈妈和妹妹的陪伴，这突然自己一个人了，简直无聊透顶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永宽拍照方式一点长进也没有，依旧是强行对脸拍，不过也是越来越疯了，居然让辉宝拿着手机进行拍摄。而这红色手柄的自拍杆看上去有些眼熟，这好像和以前拍福宝的那个是同一根，这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算是一种传承了。以前拍摄福宝的自拍杆，现在又拍摄起了瑞宝辉宝，
以前福宝很喜欢爷爷，守在自己的身边，当然不是因为自拍，而是因为爷爷在身边，自己就有安全感。福宝不看镜头，而是总看向爷爷，还想和爷爷贴贴，这也导致永宽总喜欢和福宝拍照，就是想跟福宝凑近点，跟福宝贴贴。虽然在镜头中福宝的一个部位就能占满整个画面，而且给福宝每次都拍得奇形怪状的，但永宽总能夸出一系列的彩虹屁，夸起来也是一个角度。不过这自拍杆至少要比鱼眼相机拍的好看一些。不过有了福宝以前的一些经验，永宽也有所收敛。例如现在公布辉宝的腿长时都是要考虑感受，以前福宝时一问想知道什么，宋3岁就直接开量，觉得福宝的一切都拿得出手，量完还要表现出夸张的表情，这让福宝对着永宽就喊，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了？是福宝营业结束的最后一天，在游客走后，两个爷爷悄悄地碎了。4年的时间仿佛一眨眼就过完了，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坦然的面对分离。两个爷爷偷偷躲在没人的角落，擦拭着眼角的泪水。第二天，宋爷爷给福宝的房间贴上了进行区域，并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穿戴整齐，宋爷爷走进了福宝的隔离房间，为福宝清理青团和吃剩的竹子。宋爷爷穿上衣服后，福宝不敢靠近了。宋爷爷陪着福宝适应了好一会儿，才让福宝重新适应自己这身打扮。而在外面的引导员怡怡今天在播报时一个慌神，报错了等待时长，原本20分钟的排队时间播报成了200分钟。怡怡表示，今天和昨天的落差有点大。200분이라고 했어. 다시. 이상하시지 마시고. 어제랑 오늘의 차이가 너무 심해서. 要知道，昨天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排队时间高达400分钟，而与此同时，江爷爷这里开始为福宝做回家的准备了。这是当年爱宝来韩国时所使用的笼子，江爷爷对其进行了翻新。为了感觉福宝在里面会不会舒服，江爷爷好几次亲身坐在里面尝试。之后，饲养员开始模拟演练运输福宝的过程，反复尝试，直至熟能生巧。熟记路线后，爷爷们开始让福宝熟悉运输笼。此时陪伴福宝的是宋爷爷。这1个月里，每个饲养员看上去都很平静，但平静的背后一定是隐藏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。调皮的乐宝就爱整点不一样的活儿。今天又到了给乐宝喂药的时间，宋3岁将小零食与小药片混合在了一起，投喂给了乐宝。这就有点太小瞧乐宝美食家的称号了。乐宝对于味道的敏感性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只见乐宝给小零食吃掉，单独给药片吐了出来。喂完小零食了，乐宝出门营业。老宋头也是会记仇的，出门就开始吐槽乐宝了。看到乐宝给自己冰椅弄得黄黄的，便吐槽道，以为乐宝是只看起来洁白无瑕的大熊猫，但实际上则是脏兮兮的。 이거 뭐야? 완전 하얀 판다인 줄 알았더니 꼬질꼬질한 판다였네. 이러고. 乐宝表示，好你个宋3岁，原来搁这等着我呢。之后，宋3岁还夸了一下自己的冰椅，还有清洗效果。晚上回到房间，又到了姐妹俩吃奶的时间了。瑞宝、辉宝的盆盆奶已经从主食变成辅食了，以前一盆盆盆奶就能吃饱。 现在盆盆奶只能算是瑞宝、辉宝的饭前开胃菜。吃完盆盆奶，再来上一块小苹果和胡萝卜，吃舒服的瑞宝直接躺下了，而瑞宝的脚丫则搭在了辉宝的身上。就在姐妹俩吃小零食时，宋3岁趁机给盆拿走了。姐妹俩吃完奶没事干，来到了妈妈身边跟妈妈玩。爱宝一趴给姐妹俩全推了下去，被推下去的辉宝不服气，爬上小床对着妈妈就是一顿复仇。而对爱宝来说， 辉宝的这力度，感觉辉宝就是在给自己挠痒，爱宝根本没有反应。